你我心意相通，情深意重。我在想什么，你肯定清楚。既如此，你对未来有何打算？准备何时娶我过门？成婚之后如何称呼彼此？准备生几个孩子？孩子长大了，谁陪念书？谁教舞剑？老了以后是在城中买个大宅子，还是归隐山林？将军果然豪爽，这些话，寻常都是男子说出来的。想娶你，但我总得买房置地吧。虽说你可能不在乎，但我好歹得租得起8抬大轿才行吧。再给我点时间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还没有什么松快的时间。太子既在府中，想来也没什么危险。不如找个机会出去走走。将军的脑子里平时都是保家卫国，今日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啊？先前一直忙着太子的事情，是我忽略你了。你也得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弥补一下。我不想日后回忆起来，尽是遗憾。这里人来人往，你不牵紧我的手，把我弄丢了怎么办？你是黎将军，这众目睽睽的，我哪敢造次啊？有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也变成平凡男女，生活被柴米油盐浸染过，是否能像他们一样，还能记得乍见之欢？初见时还有些许的狼狈，所以忘了也罢。我。大姚安南王段敖为等，年少成名，有贵爵。太君骠骑大将军李卫，战功赫赫，终有无双。怎么是李大将军啊？是我父亲。段敖登又是谁？就是姚国前主段敖泽的弟弟段敖登。当时鹿城之战，两军厮杀正酣，安南王临阵消失，姚军突然乱了阵脚，随后听闻姚帝暴毙。休走，看那枪！我乃知情之兄妹长。
静安，静安，谢谢啊。你怎么了？所以，最后姚人军心溃散，长风军大获全胜。不愧是李大将军，国之上将。反起战事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不是父亲愿意看到的。那场战争，双方死伤惨重，尸横遍野。从古至今，所谓的战争都没有真正的赢家。有空再来啊！哎，二位看得尽兴，杀个3瓜2籽的，小人好养家糊口。嗯。这也太多了吧，小人哪能受得起啊？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，要不送我们一个皮影如何？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倒是大方，一掉钱就买个皮影。眼巴巴看了许久了吧？这么喜欢，送你吧。为什么？你总知道我在想什么。可能因为我只有一颗心，而我这颗心呢，又恰好只在你这儿吧。那等你到了武陵山，心也会在我这儿吗？若不是我闭目营说出实情，你打算瞒我多久？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不想让你再担心了。所以，你打算等一切结束，就不告而别，独自承受这一切？那天在山崖上，你跟我说，不必事事自己硬扛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怎么，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软弱，不能陪你一起承担吗？我先前没和你说，是因为我也不行。直到那天力王登门，我发现我果然失控。我狂性大发，自当论功行赏。是啊，可你觉得我要以什么样的身份赏他呢？厉王一死，他手下那些牵连颇深的党羽，现在皆如热锅蚂蚁，人人自危，京中局势已然大乱。眼下，正是殿下回朝掌权的大好时机。父后命重，我不得不先行一步回云京。一来，为皇兄料理后事；二来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留在这儿，照顾好小双。待京中安排妥当，我自会派人接他回去。怀恩预祝陛下，此去万事顺遂，所愿皆成。童老，有劳您相助了。
乐章大人，殿下这是干什么？多亏乐章大人一路暗中部署接应，我才得以逃出升天，安全回京。小婿感激不尽。殿下受苦了，如今厉王已死，往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父皇不会放过我的。如今你已是陛下唯一的子嗣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几年前，父皇听信了妖道玄说，萤火守信，兴冲慈悲。要想度过此劫，就必须要有人替父皇挡灾献祭，那个祭品就是我。殿下不可胡言。乐章大人若有疑虑，可从父皇禁卫查账，你能查个清楚。在父皇眼中，我本就是一个必死之人，不然纵使厉王再骄横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谋害太子。此前父皇赐婚，便是想让我与天骄相辅相成，凑成所谓的十全命格。恐怕待我死后，为了掩盖这桩丑事，天骄也难逃此劫。她毕竟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即便对我从无轻眼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送上绝路，更不愿乐章大人家破人亡，骨肉离散。怎会如此？原本以为，只要扳倒厉王，便可还一世安宁。可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小婿徒有储君之名，却无法保全任何人。此事还有多少知情者？其他人几乎都已死在了路上。至于京中，小婿自然只让你一人知晓。厉王已死，陛下忧思过重，卧病在床。殿下只要抓住机会，未必不能更进一步。他毕竟是我的父皇。殿下，你在路上的时候尚且知道跟我联手瓦解厉王的势力，如今千钧一发，绝不能有妇人之仁。这条路，你容不得我们再回头了。但凭乐章大人吩咐。殿下，迹象那边传来消息，晋宝已经吐了个干净，甚至还有厉王借他之手毒害陛下的始末，连用药的时辰、药量都说得清清楚楚。先杀了我，再等父皇毒发驾崩，如此便能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。果然好计谋。可惜机关算尽，把自己也算了进去。眼下朝中大半朝臣的身家性命，已尽在殿下掌握之中。狼一旦咬住猎物，便不会松口。终于也到了人为鱼肉，
后悔刀俎的时候了。田大人，只要你愿意依附于太子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臣愿意。臣曾昏聩错跟厉王，臣知错了。此后，臣愿追随太子，为太子马首是瞻。张大人，你一直是厉王鹰犬，死不悔改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河水来人，热。来人，来人，来人！儿臣参见父皇，愿父皇龙体安康。今日是皇兄下葬的日子，您未能送他最后一程，他在天之灵一定也会觉得可惜吧？毕竟他是父皇最疼爱的儿子。灵儿为何在入城被杀？你昭告天下，说是玄一客谋杀，他一个江湖莽夫，有什么胆子敢谋害厉王？父皇莫要动怒，可别伤了身体。这皇宫上下都忙于皇兄的丧仪，您身边的人也都被我遣走了，就让儿臣亲自服侍您进药。你丽儿素来不和，他的死，你敢说与你全然无关？丽儿，丽儿，为何你心中就只有他一人？这些年，我尽心侍奉，忍辱负重，难道就连一丝信任都没换来吗？还是对于父皇来说，本该死在路城的那个人是我？莫非出身低微，一直不得宠，郁郁草中？儿臣虽为皇子，但从小到大，总要小心翼翼看他人眼色，就连身份最低微的宦官都想把我踩在脚下。可后来，父皇突然让我侍奉御前，还封我为太子。你知道那时我有多高兴吗？我以为父皇终于还是念及着父子之情，想要补偿儿臣。可结果呢？不过就是一枚棋子，待应劫之日，用我的命换你万寿无疆。
原来你早知此事了。那年我不幸落水，被人救下，高烧不退，父皇整整守了我一整夜，并且握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杨儿，杨儿，父皇，父皇在。父皇，杨儿好害怕。父皇，都多陪杨儿一会儿。杨儿不怕，父皇在，父皇在，杨儿不怕，杨儿不怕。”对呀，这是不死之身，是救之尊。父皇不让你死，朕不许你死。父皇让你好好活着。那一刻，你害怕失去的是至亲骨肉，还是怕失去为你应节之人？一定不知道，您日日服下的金丹，早就被我皇兄下了一种慢性毒药。待到我死之后，下一个便轮到你了。吃点东西吧。这粥里我加了血参，能够吊住你一口真气，否则你撑不了那么久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取不出玉玲珑？我们一直在设法给你净血，必须先洗去你与离霜的血气。如果血气不除，玉玲珑会在你体内继续生根，之后便无可撼动。所以你之前说，取出玉玲珑之后我会忘了双儿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忘了又如何？记得又如何？这人世间的情之所起，皆因一个缘字。你与离霜若有缘，就一定会再见的。这支簪子
是那日在流沙旁捡到的。或许离霜认为自己必死无疑，给你留的信物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毒物似人，或许能支撑你好好活着。只有活着，才有再见面的可能。